49岁的丽丽最近很苦恼，本来一直苗条的她，迈入更年期后，身体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明明吃得更少，运动量也比以前大，体重却节节攀升，1年时间胖了14公斤。最让人崩溃的是，肚子上一圈赘肉，怎么动都甩不掉。她甚至听到同事在背后悄悄叫她气球，顿时又羞又怒。更年期难道真的这么可怕？连呼吸都会长胖吗？为了摆脱中年发福的梦魇，丽丽下定决心采取行动。她奉行少吃多动的黄金准则，晚餐只吃半份，糖油不沾，每天还挤出时间快走加做有氧操。然而几个月过去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体重不减反增，不但秤上的数字居高不下，她还经常感到疲惫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觉。难道管住嘴，迈开腿这条减肥铁律对更年期女性失效了吗？丽丽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其实不止丽丽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，许多进入更年期的女性都会发现，原本灵验的减肥方法突然变得无效，甚至喝水都会胖。更年期发胖的背后，隐藏着身体荷尔蒙的大变化和代谢的秘密。别急，我们一起来揭开谜底。看完下面的科学分析，你就会明白问题出在哪里，以及如何像丽丽一样实现令人惊叹的瘦身逆袭。当女性步入更年期，体内的生理环境发生剧烈转变，其中荷尔蒙变化是导致体重变化的关键因素。究竟是谁在捣乱，让更年期成了胖的高风险期？主要有以下4大元凶。1. 雌激素骤降。更年期意味着卵巢逐渐退休，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分泌大幅减少。年轻时，充足的雌激素不仅维持女性的生育功能，也默默守护着身材。它能帮助调节新陈代谢，让身体更有效地燃烧热量，还可以让食欲相对稳定，不容易暴饮暴食。雌激素对脂肪的分布也有影响，它让女性更容易把脂肪囤积在臀腿等部位，而不是危险的腹部、内脏周围。然而，当雌激素水平下降，这层保护网消失了，代谢速度开始变慢，身体消耗热量的效率降低，再吃和以前一样多的食物，可能就更容易囤积成脂肪。同时，脂肪开始腹部集中，出现令人烦恼的小肚腩。有些研究指出，更年期女性即使体重不大变化，腰围也可能明显增加，这都是雌激素减少惹的祸。2. 胰岛素抵抗。随年龄增长和荷尔蒙改变，女性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往往下降，也就是所谓胰岛素抵抗变强了。胰岛素是一种帮助血糖进入细胞利用的激素，作用像钥匙，打开细胞的门，让血糖进去提供能量。但在更年期，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没那么灵敏，血糖更容易在血液中闲逛，身体为了控制血糖，反而会分泌更多胰岛素，而高胰岛素水平会促使身体把多余能量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。这意味着，同样吃一碗饭，更年期后更容易变成脂肪长在肚子上。另外，胰岛素抵抗还会让人更难分解已经储存的脂肪，减肥变得更不容易。简而言之，更年期的身体在处理碳水化合物时没那么有效率。吃甜食、精致淀粉如果不加节制，体重就会偷偷上涨。3. 压力荷尔蒙飙升。更年期对许多女性而言，不仅是生理转变，也是生活中压力增加的时期。工作上的挑战、家庭角色的转换、对衰老的焦虑，加上更年期本身可能带来的睡眠障碍、潮热、盗汗等不适，都可能让压力指数爆表。当我们压力大、睡眠差时，体内另一种荷尔蒙皮质醇，也就是常说的压力荷尔蒙，往往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。高皮质醇状态下，身体会倾向于保存能量，就像进入战备模式，以为你正面临艰难处境，蓄积脂肪以备不时之需。皮质醇也会刺激食欲，让人更想吃高热量食物慰劳自己，这就是很多人压力大时容易暴饮暴食的原因。此外，皮质醇会优先分解肌肉组织来功能，却偏偏容易让脂肪堆积在腹部，这也是人们常说压力胖或像心性肥胖的由来。所以，当更年期的压力没有得到缓解，它会成为让人发胖的一把隐形杀手。4. 肌肉加速流失。人在30岁以后，肌肉量就开始逐渐减少，代谢每10年大约下降 2% 到 5%， 但更年期前后，
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进一步加快。这一方面是荷尔蒙改变造成的，雌激素和睾酮都有助于维持肌肉，而它们在中年后都在下降。另一方面，中年女性往往身体活动比年轻时减少，力量训练做得少，肌肉用得越少，流失得越快。肌肉是身体的热量发动机，肌肉含量越高，静息代谢率越高，你坐着不动也能多燃烧一点热量。反之，肌肉流失会直接导致基础代谢下降，身体变成一个更省油的节能模式，哪怕饮食没有增加，失去肌肉的人也更容易发胖。更糟的是，如果不注意加强蛋白质摄入和力量锻炼，更年期减重时往往先减掉的是宝贵的肌肉，而不是脂肪，结果体重下降得越来越慢，平台期频频光顾。以上4大因素常常联合作怪，让更年期女性面临前所未有的瘦身难度。雌激素少了，皮质醇高了，胰岛素不听话了，肌肉没了，身体自然倾向于发胖而不是变瘦。了解了这些幕后原因，我们再回头看丽丽的困境就容易理解了，并不是她不够努力，而是荷尔蒙和代谢环境跟以前大不相同。用老办法对付新问题，效果当然不好。按照常理，减重就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，所以很多人一旦胖了，第一反应就是节食加运动。然而在更年期，这条简单粗暴的公式却常常失灵，甚至适得其反。为什么拼命少吃多运动反而瘦不下来呢？这要从更年期身体的新特点说起。首先，如果一味的少吃却没有吃对，身体反而会进入更省能的模式。丽丽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她把饭量减掉一半，但并没有注意营养均衡，结果身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必要的微量营养素。短期看热量是少了，可身体觉得营养不够，开始拆东墙补西墙。它分解的不是脂肪，而是代谢活跃的肌肉来供能。肌肉一掉，代谢率跟着降，身体消耗更少，稍微多吃一点点就又储存回脂肪。更何况长期吃太少会让大脑以为进入了饥荒时期，它会指挥身体提高脂肪保存的效率，甚至让你不觉得懒洋洋少动弹，以减少能量消耗。如此一来，你实际上很难真正建立有效的热量缺口，减重自然停滞不前。其次，多动也要讲策略，运动本是好事，但如果方法不对，可能帮倒忙。更年期女性常见的问题是盲目增加有氧运动，却忽视了力量训练和休息恢复。长时间的剧烈有氧运动可能进一步提高皮质醇水平，让身体持续处在压力状态。丽丽每天疲惫，却强迫自己多跑步，结果身心压力都很大，夜里反而更睡不着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忽视力量训练意味着无法阻止肌肉流失，甚至可能因为运动强度过高，蛋白质摄入不足而加速流失肌肉。这样一来，运动消耗的热量可能远不及代谢下降损失的那部分，得不偿失。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更年期后的营养吸收和分配效率下降。就算吃进去一样多的蛋白质，年轻人的身体更能有效利用来合成肌肉组织，而50岁的人同样分量可能吸收利用率打折。如果不相应提高蛋白质摄取量，或摄取更优质易吸收的蛋白，更年期女性很难像年轻时那样轻松增肌或保持肌肉。所以单纯按照年轻时的饮食和运动套路来，往往就会出现怎么我都已经吃这么少，动这么多了还是不瘦的困惑。简单来说，更年期后身体热量收支的算法变了，省下来的热量少了，额外储存的脂肪却变多了。如果还是用老思路，光扣热量，不顾身体感受，身体会用降低代谢来跟你斗智斗勇。于是我们看到很多更年期女性越减越沮丧，其实并不是意志不坚定，而是方法没跟上身体变化的节奏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难道更年期减肥就无解了吗？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发福下去？别急，其实医学和营养学界的专家们早就给出了新观念和新方法，来帮助更年期女性打破僵局。丽丽后来找到专业医生的帮助，证明了只要方法对了，少吃多动的挫败可以被科学瘦身的胜利取代。更年期不是减肥绝缘期，关键是要针对体质变化调整策略。专家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新观念，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，与其一味少吃，不如吃对吃好；与其过度多动，不如动对
动巧。具体来说，更年期瘦身有几大黄金法则，帮助把失控的代谢拉回正轨，让发胖的趋势逆转过来。一、均衡营养，聪明饮食。更年期减重的第一要务不是盲目饿肚子，而是调整饮食结构，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。许多专家推荐211餐盘法，简单易行。所谓211，就是把一餐的盘子想象分成4份，其中2份蔬菜水果，1份优质蛋白质，1份全谷杂粮或豆类、薯类等健康碳水化合物。比如可以准备半盘绿叶菜、花椰菜等高纤维蔬菜，搭配1/4盘的鱼肉、鸡胸、豆腐等高蛋白低脂食物，外加1/4盘的糙米饭、红薯、南瓜等富含纤维的淀粉主食。这样的组合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保持血糖稳定，又有足够的蛋白质保护肌肉，还不会摄入过多热量。一句话就是吃得饱，吃得营养，但热量不过量。很多更年期女性发现，采用这种均衡饮食后，反而觉得比以前吃得更多、更满足了，但是体重却开始下降。这正应了那个新观念，少吃多动不如吃得巧。当你给身体提供恰到好处的燃料，它反而愿意老老实实燃烧脂肪，不会紧抓不放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营养需求也不同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最好像丽丽那样，在营养科或减重门诊做一个全面检查。通过抽血可以了解自己的荷尔蒙状况，以及是否有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缺乏。很多中年女性都有维生素 D、钙、铁、B 族维生素等不足的问题，这些都会影响代谢和健康。医生会根据结果为你量身定制饮食计划，并酌情补充所需的营养素。例如，缺维生素 D 时，可以适当补充，并多晒太阳，因为维 D 不足可能降低肌肉功能，影响代谢。铁不足会让人容易疲倦无力，不爱动。蛋白质摄入不足，则必须增加高蛋白食物或蛋白质粉等等。通过饮食调整，把身体养壮实了，内部荷尔蒙环境也会随之改善，新陈代谢才能步入良性循环。重视力量训练，找回肌肉。女人一过40就没马达了，这里的马达指的就是肌肉。但好消息是，失去的肌肉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找回来。别再把运动只等同于慢跑、跳舞这些有氧消耗。更年期瘦身的关键在于力量训练。科学研究表明，规律的阻力训练可以有效增加肌肉含量，提高基础代谢率。对于50岁上下的人群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力量训练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让细胞重新听从胰岛素指挥去消耗血糖，对抗我们上面提到的胰岛素抵抗问题。具体该怎么练，并不需要去举很重的杠铃，循序渐进，持续坚持才是秘诀。可以从日常简单的徒手练习开始，比如反复坐下起立的深蹲动作，可以锻炼腿部和臀部肌肉。面向墙壁的简易俯卧撑能够增强手臂、胸部和背部力量。坚持平板支撑则有助于训练腹部核心的稳定性。你还可以拎起装满水的水瓶当做哑铃，锻炼手臂肌肉。每周至少做2到3次力量训练，逐渐增加强度。你会发现自己的肌肉线条在悄悄回来，力量也提升了。当肌肉量上升，哪怕体重秤的数字暂时没剧烈变化，你的腰围、体脂率都会往下降，整个人看起来更紧实精神。另外别忘了结合一些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车，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有助于燃烧卡路里，增进心肺健康。但切记不过度，运动完要注意拉伸和休息，让身体有时间恢复。这样动静结合，既增强了肌肉，又避免了过劳，减肥效果自然事半功倍。3. 管理压力和睡眠。更年期身体在跟你斗智，其实也是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，它需要更好的休息和放松来对抗内外压力。如果忽视了心理和睡眠健康，减肥之路会异常艰辛。试着这样做，保证每晚7到8小时优质睡眠，尽量固定作息，不要熬夜到0点以后。睡不好时，可以在睡前泡个热水脚，听听轻音乐，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来改善更年期引起的失眠问题。睡眠充足了，饥饿荷尔蒙和压力荷尔蒙都会降低，你会发觉白天精力更好，对美食的渴望也没那么失控了。同时，
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。有人通过瑜伽、冥想平静心绪，有人喜欢与好友散步聊天排解烦闷，还有人发展了新的兴趣爱好来充实生活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关键是要让自己从繁杂的压力源中抽离出来，哪怕每天给自己半小时放松也好。压力降下来，皮质醇不再时刻拉警报，你的身体才愿意安心燃烧脂肪，而不是死死抱住脂肪不放。同样的道理，不要给减肥设定太苛刻的目标和期限，顺其自然地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走，心态平和，反而更容易收获惊喜的变化。4. 寻求专业指导，关注健康指标。更年期瘦身不是孤军奋战，学会利用专业资源会让你事半功倍。营养师、减重门诊医生、内分泌科医生等都可以成为你的盟友，他们可以检测你的甲状腺功能，因为不少中年女性在更年期容易出现甲状腺机能减退，这种甲减会导致代谢变慢，体重增加。评估有没有更年期综合症需要治疗。一些女性如果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，例如反复的潮热发作，夜间失眠不止，医生可能会建议短期的荷尔蒙替代疗法。这不仅缓解症状，对预防内脏脂肪增加也有一定帮助，但要根据个人情况慎重选择，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减重药物，例如可以通过注射来抑制食欲的药剂。如果体重已经严重影响健康，可以和医生讨论医学介入的可能。不过无论是否用药，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依然是基础，药物只能辅助。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反馈，定期测量腰围、体脂，检查血糖、血脂等健康指标。瘦身最终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数字下降，而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。只要朝着改善健康的方向努力，体重自然会渐渐归位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再来看开头提到的那个惊人案例，8个月减重42公斤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，但丽丽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她的可能性。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她的瘦身之路。首先，丽丽认清了问题的症结，不再盲目埋头苦干，而是勇敢寻求专业帮助。在屡次自助失败后，她走进了医生的减重门诊。通过详细的检查，医生发现她体内荷尔蒙已经大乱套，更年期导致的雌激素下降，加上长期压力大、睡眠差，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，而且她过度节食的行为让营养严重失衡。血液检测显示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缺乏，身体处于半饥饿又紧张的状态，这正是她越减越胖的元凶所在。了解情况后，医生为丽丽量身定制了一套综合方案，而非简单的喊她再少吃点。饮食方面，以更年期211餐盘为原则，调整她每天的3餐，确保蔬菜、蛋白质、碳水的合理比例，并特别嘱咐她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，每餐至少摄入1手掌大小分量的蛋白质食物，不必过分限制健康脂肪的摄入，比如每天适量吃几颗坚果，用少许橄榄油烹调都是有益的，让身体不再觉得挨饿。同时，根据她的化验结果，针对性地补充了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D 和钙质等营养素，纠正以往节食造成的营养不良。运动方面，医生调整了她的运动计划，减少过度的有氧操，改为每周至少2次的力量训练，搭配适度有氧，比如135进行肌肉锻炼，246快走或游泳，周日充分休息。医生还强调她运动后要注意拉伸放松，避免运动造成新的压力。生活习惯方面，帮助她制定了规律作息时间表，每晚11点前上床睡觉，早上固定时间起床，睡前不再刷手机，而是改为听音乐或读书来放松精神，缓解长期累积的失眠焦虑。同时教她一些放松训练，每天练习腹式呼吸和冥想10分钟，学会与更年期的各种不适和平相处，尽量保持心情平稳。就这样，丽丽严格按照这套方案行动起来。头1个月，她就感受到明显的变化，虽然吃的比以前多了些，但精神状态好了许多，运动后也不再特别疲劳，反而睡得踏实了。体重开始缓慢下降，每周掉个0点几公斤，看起来不多，却稳步在减。3个月后，她的体重曲线明显下坠，人也变得神清气爽。坚持半年时，丽丽已经瘦了将近20公斤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她去复查身体，
各项指标都有改善，先前偏高的血糖降回了正常，脂肪肝也有所好转，他反复发作的潮热症状缓解了，夜间的失眠也少多了。尝到甜头的丽丽更加有动力继续保持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大约8个月左右，她的体重相比最点足足下降了42公斤之多。镜子里的她神采奕奕，腰肢纤细，完全看不出曾经发胖困扰重重。身边的朋友都惊呼她像换了一个人，她自己也笑言，原来更年期并不可怕，只要方法对了，越老越瘦不是梦。当然，每个人减重的基础和速度不同，丽丽的成果虽然惊人，但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并坚持到底。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即使在更年期，科学减重依然大有可为。与其和自己的荷尔蒙作对，不如顺应身体的变化来调整策略。通过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的全方位管理，我们完全可以扭转中年发胖的趋势。丽丽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建立在医学指导和自律努力的双重基础上。这种健康瘦身的模式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安全性，因为它不是靠过度节食或过劳运动来硬拼，而是通过改善身体机能来自然的减重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单纯节食挨饿的方法不仅痛苦，效果也难持久，反弹和放弃往往是最终的结局。那么，对于正经历更年期困扰的普通女性来说，这个案例能复制吗？答案是原则可以复制，但细节要因人而异。我们每个人的体质、生活环境不同，但均衡饮食、加强肌力、管理压力这些大项对所有人都有益。你不一定要瘦42公斤这么多，哪怕减掉5到10公斤，都会显著改善健康指标，例如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，让更年期过得更舒适。同时，这样的生活方式调整也会让你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。比起数字的变化，你收获的是更年期女王的自信与掌控感。更年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从此和苗条无缘，相反，它提醒我们以新的方式关爱自己的身体。少吃多动固然是老生常谈，但聪明饮食、有效运动才是更年期减重的制胜秘诀。当我们了解了荷尔蒙变化对体重的影响，就能停止盲目埋怨自己意志不够坚强，取而代之的是运用科学的方法与身体协作。更年期不是发胖的死刑判决，而是一道需要破解的新考题。就像丽丽最终做到的那样，与其硬碰硬节食，不如调兵遣将，吃饱了再去瘦；与其一味苦跑，不如劳逸结合，练出燃脂小宇宙。请记住，每个阶段的女性都可以追求健康和美丽。更年期或许让减肥变得有挑战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审视自身健康的契机。调整饮食结构，养成运动习惯，管理好情绪和睡眠，这些努力不仅会让你体重下降，也会令你整个人状态提升。到了那时，你会由衷感激那个没有向年龄屈服的自己。与其说是在对抗更年期发胖，不如说是在拥抱更年期后的全新蜕变，一个更健康、更自信的你。所以别再叹气年纪大了瘦不动，科学减重的大门始终为你敞开。带上知识与毅力，更年期也能变成你人生下一段精彩旅程的起点。瘦身这条路没有所谓太晚，只有开始和不开始。现在就开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，你完全可以优雅地度过更年期，并且以令人惊艳的姿态迈向人生的新篇章。